2016年，我带着2个硕大的行李箱，踏上多伦多的土地。行李轮子划过机场地面的声音，在空旷的大厅里显得格外明显。那一年，其实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移民了。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老江湖，已经很有经验，能够轻而易举地驾驭新生活。但是，多伦多很快就给了我一个下马威。我低估了在这座加拿大最大城市扎根的挑战性。多伦多和我之前生活过的地方，和我脑海里想象的都很不一样。这里更冷，节奏更直接，竞争也更隐秘而激烈。今天，我想把这10年的真实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你，没有滤镜，没有美化。我想聊聊那些年的经历，聊聊职场上的博弈，也聊聊我现在回过头去依然深感庆幸的瞬间。很多人问我，你已经在温哥华生活了好几年，那里的生活那么安稳，为什么要选择人到中年，折腾到多伦多？其实，这个决定的种子是在我35岁那年种下的。在此之前，我也曾追求那种安稳的，可以一眼看到底的生活。但到了35岁，在国内的我突然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身份和年龄危机，心里却有一种莫名的恐慌。那种恐慌来自于一种悬空感，我觉得自己还没到退休的年纪，但我的人生好像已经进入了停滞期。在比较这些城市，温哥华的慢节奏虽然养人，却也在慢慢磨平我的锐气。在温哥华的几年的平静里，我听到了自己内心的焦虑。还有，在温哥华生活需要丰厚的储蓄和积累。我意识到，35岁不是终点，而是一个重新定义自我的起点。我需要一个更大的、更包容的舞台，一个能让我脚踏实地发力的地方。多伦多是加拿大的经济心脏，是北美排名前3的金融中心，是机会与挑战并存的修罗场。机会在这里，但残酷的挑战也在这里。我选择了多伦多，可能这是命运给我的挑战和选择。我拒绝了那种可以一眼看到底的安逸，一头扎进了多伦多的职场洪流。来到这里的第1周，我走在 Bay Street 上，看着西装革履、步履匆匆的人群，那种久违的、充满生命力的竞争感又回来了。我选择了多伦多，一头扎进了多伦多的职场洪流。我骨子里是一个需要工作机会、需要脚踏实地感、需要在职业轨道上看到进度条的人。我做的是信息系统和咨询工作 IT Consulting。在国内工作的那些年，我积累了深厚的行业背景。但在多伦多入职的第1周，我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差别。因为是不同市公司、不同的产品，原来的一些经验是不完全通用的。这里的 IT 系统框架、合规要求，甚至团队协作使用的工具软件，都跟以前有着较大的差别。这意味着我需要重新开始，学习新的软件，去适应北美本地化的咨询流程。那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段日子。星号清晨，冬天的多伦多，早晨6点天还是漆黑的。我强迫自己爬起来，在湿滑的雪地上开车通勤。心里的落差，以前是别人向我请教，现在是我在办公室里自学整个软件的操作逻辑，希望可以尽快上手。频繁的出差，频繁的开会，在加拿大各大主要城市来回，难得的人生经历，但是也很辛苦。我可以以后专门分享这些经历。转折点发生在我负责的一个全新领域项目。当时公司面对一个复杂的新的应用系统实施，本地同事对相关业务运作并不熟悉，而我凭借在国内外海积累的行业经验，结合在多伦多现学的软件逻辑，成功地开拓了新应用系统设计实施，给公司带来新的业务增长点。当公司高层看到我可以减少纯技术操作，转而发挥咨询和战略建议的价值时，我迎来了职场上的认可和高光时刻。我明白了，过去的经验不会白费，它只是需要时间来完成本土化的嫁接。我开始帮助公司开拓全新的领域，这种成就感让我确信，当初离开舒适区是正确的。2020年 COVID 来了，
对很多人来说，这是一场灾难，但对我来说，它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职场逻辑。在疫情之前，我的生活是被各种硬成本填满的，每天为了赶上早会，必须提前1个半小时出门，天天在401高速上堵车，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出差飞行。那时候我以为，这种在路上的状态就是职业精神的象征。我是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，出差、会议、项目。我以为这种高压就是成功的代价。但疫情之后，一切都变了。我们开始尝试100%远程办公。效率的真相，以前老板们总担心不在办公室效率会下降，但实际证明，通过视频会议、云端协作，所有复杂的系统集成和咨询项目依然可以如期推进。睡眠的红利，省去了每天3小时的通勤损耗。我第一次发现，充足的睡眠对一个40多岁的职场女性来说是多么大的恩赐。我可以把精力从路上的损耗转移到真正的深度思考上。职业的仪式感，虽然是在家办公，但我坚持每一个会议都打开摄像头。这种面对面的交流，即使是隔着屏幕，也让我们在物理隔离的情况下保持了职场人的专业感。我甚至觉得，视频里的眼神交流比会议室里的寒暄更高效。这次变革让我明白，效率不等于体力消耗。远程办公不仅是一种工作模式，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重新夺回。这场全球性的灾难反而给了我一个暂停键，让我学会了如何轻盈地活着。没有了繁忙的差旅和通勤，我的脑力反而更敏锐了。这种状态让我一直保持在线。10年后的今天，我站在多伦多的枫叶树下，心中只有2个字：接受。接受那些走过的弯路，接受命运看似无情的安排，因为那些压力最终都变成了支撑我的骨架。多伦多确实不是天堂，它不会平白无故的给你蜜糖，但它一定会给努力的人一个公平的窗口。在这里，只要你肯深耕，只要你愿意保持对职业的热诚和对生活节奏的掌控，成长就是真实的。欢迎来到羽翼人生 Feathersphere。 如果你也在海外打拼，如果你也相信人生可以活得更明白，或者你也在寻找一种在高压中轻盈活着的方式，订阅这个频道，我们一起轻盈活着，明白人生。在下一集，我会揭秘，在多伦多这10年，我具体用了什么方法来保持精力，让自己在高压职场中始终状态在线。记得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